大哥，前方便是九泉城了，不如让我先行出战，我定为你讨一个头彩。四叔，论年纪我最小，论军功我更不如你，这个功劳还是让给侄儿我吧。都别争了，传令下去，我大军在九泉城3里之外安营扎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擅自攻城。父亲，我们日夜兼程，如今九泉城就在眼前，为何反倒按兵不动了？别忘了，他自有道理，你只需照你父亲之令执行便好。大汗，周国军队已于城外3里安营扎寨，此刻他们长途跋涉，必定精疲力尽。若趁此良机出战，一定会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，按理说，周国派兵是为收复九泉而来，可这大军到了眼前，却什么都没做，便开始生火做饭，一点攻城之意都没有。我怕其中有诈。周军最擅长用计，我们若贸然出击，上了他们的当，中了他们的圈套，怎么办？吉谷说得对，周军诡计多端，这些年我们吃他们的亏还少吗？此战不宜轻敌，派人时刻监视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。查下就完了嘛，前的人好什么呀？就是。在做什么呢？将军，夜间再加1队巡逻，都给我精神着点，以防敌军偷袭。是。喂，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在干嘛，我带你出来巡视，反倒给我心不在焉，小心我告诉大哥罚你。哎，巡来巡去也就这么点事儿。四叔，这都半月有余了，你说咱们每日就在这儿等着，到底何时才能攻城啊？你急什么呀？我能不急吗？半个月，军中粮草已用去过半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我怕……哎呀，怕什么？自扎营那日起，大哥便命令全军上下从他开始，供给一律减半，否则我军早已撑不住了。父亲知道？当然知道。那大军在前方打仗，而后方补给却迟迟未到，这明摆着让我们命丧九泉呐！想动摇军心啊你！四叔，那眼下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相信，大哥肯定自有办法。放心吧。走。看看，他们哪像行军打仗啊？就差开田耕地、安家落户了。大汗，你每日派探子打探，就怕周军使诡计。这都过去半个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依我看，他们根本就不想打仗。我们曾经与周国多次交战，吃了不少亏，还是得小心为妙。报，大汗，军前太子回报，周军粮草不济，应是撑不了多久了。粮草不济，可探知他们究竟有多少兵马？具体数字尚不清楚，但是从他们每日消耗的粮草来看，多则2、3千，少则1000。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就凭这1000几百号人，便想攻下九泉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大汗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千万不能错过呀！出兵吧！是啊，大汗，出兵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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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汗！对呀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出兵吧，大汗！出兵吧，还犹豫什么？出兵吧！怕了？出兵吧，大汗！难道你是怕了吗，大汗？好，传令下去，整顿军队，开城门，本汗要亲自率军出战。是。
周军听着，北国大头可汗在此，若想活命，速速投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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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恩公，恩公，可汗，好久不见。若可汗不嫌弃，可否移布至在下的军帐，我们把酒言欢？有何不可？大汗不可！若此人心存歹念，入其军帐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住口！恩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怎会加害于我？大汗，周人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啊！若你真想与我们大汗饮酒，不如来我们北国营众，不知杨将军敢是不敢？有何不敢？带路吧。好，请。恩公。恩公，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，居然是两军阵前。今日高兴，不谈战事。来，我敬恩公。虽说今日歇战，可是杨某此番前来，是受皇命所托，收复酒泉，只怕日后在战场上，免不了要有一番较量。大汗，你我也算是旧识，杨某深知你绝非好战之人，此次违反盟约，攻占酒泉，究竟是为何呀？不瞒恩公，北国今年大旱，粮食颗粒无收。如今是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，无奈之下，我才联合诸部落首领，南下掠夺粮食。恩公说的没错，我北国与周国一向交好，若非迫不得已，我也不会举兵南下。身为大汗，为本国子民考虑，倒也是无可厚非。只是大汗，你可曾想过，一旦开战，必定生灵涂炭。大汗，杨某为两国百姓请命，愿您能立刻停战。杨坚，你说来说去，就是仗着与大汗的关系，想让我们将辛辛苦苦攻下的酒泉拱手相让是吗？我们绝不答应。坐下。大哥，谁敢在我恩公面前动刀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坐下。既然大汗是为了北国百姓丰衣足食，才出此下策攻占酒泉，那杨某倒是有一个两全之法，可让北国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解决饥荒问题，渡过难关。不知大汗意下如何？哼，杨坚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达达，你今日的话怎么那么多？其实杨某并非要耍什么花样。几年前，申帝任命我为定州总管。那定州与北国毗邻，气候与环境都极为相似，同是耕地稀少，常年大旱，连年饥荒。可如今呢，定州早已是民丰物富，成为我大州的重镇。若大汗需要，杨某愿将这治理之法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北国各部族。只要各部族大力发展农耕，兴修水利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北国的百姓定能自给自足，丰衣足食。何须像如今这般，要兴兵抢夺啊？那依恩公之见，眼下我该如何渡过难关？随我进京投降，恳请皇帝恩许，借粮给北国渡过饥荒。好，我便再听恩公一回。明日，我就随恩公去长安，
向你们周国的皇帝认错、借粮。大汗不可！若要投降借粮，传了出去，我们北国的颜面何在呀？大汗万万不可呀！闭嘴！若能让北国子民衣食无忧，将我这大汗的颜面扯下来又如何？都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大汗能屈能伸，实乃大丈夫。这碗酒，我杨某敬大汗。干！宣隋国公杨坚觐见。好。臣杨坚参见陛下。来，轻点，这边。再揉揉。香不香呀？怎么不舒服啊？陛下，杨坚来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如今酒泉已经收复，北国的达头可汗愿向陛下递交降书，望陛下能够体谅北国连年饥荒，借粮给他们，渡过难关。陛下万万不可！借粮给北国无异于养虎为患。杨坚，你是何居心？陛下明鉴，北国兴兵实乃迫不得已，他们所求的并非我大周疆土，而只是果腹之食。那达头可汗愿意随臣一起进京请罪，便是明证。若借粮，不仅可以免去一场刀兵之祸，更可为我大周增添一盟友，此乃一举两得之事。哎，行了，不就借粮吗？朕借给他们了，你招降有功，朕今日心情好，定会满足你的。陛下，其实臣确有一事。臣多年在外，已经许久未回长安与家人团聚，不知此次可否许臣在长安多待些时日，与家人好好团聚？就这么点小事吗？朕准了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就别回那个破亳州了。太伯，近日朝中可否有空缺之位啊？给他安排一个便是了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母亲快坐。母亲，你们去亳州这几年，我每日都在担忧与自责。傻孩子，这并非你的错。母亲，你们回来了真好。即便我们去了亳州，但身边好歹有一大家子人陪着。倒是你一个人在宫中，这几年受委屈了吧？还好有产儿陪我。那皇帝呢？他待你如何？我已很久未见过他了，恐怕他早已忘记还有我这个人了吧？不会的，你们是夫妻吗？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，我早已不认为他是我的夫君了。哎，好了，母亲，不说这些烦心事了，快同我说说你们在亳州的事情吧。又没劲。就是啊，陛下再来一次啊！嘿，哎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这殿外诸位大臣已等候多时。干什么？又是那些言官吗？隔三差五便来烦朕。不见。陛下，诸位大臣说，若再见不到陛下您，他们便长跪不起。他们爱跪多久就跪多久，去告诉他们退下。来，陛下，朕就不信了，今日还投不进了呢。
诸位大人，请先回去吧。陛下今日是不会见你们的。我等有要事启奏，若见不到陛下，我们便不会走。这位大人，您就别再为难我了。陛下此刻正在……哎，诸位还是请回吧。若是惹恼了陛下，会引来杀身之祸的。我等身为谏官，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，劝谏不了陛下，是我等失职。我等定会跪到陛下出来为止。哎，你不碍事吧？不碍事，我还撑得住。见不到陛下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如何如何？真厉害吧？真厉害！陛下，陛下，哎，进来。哎，看着啊，再来一个。参见陛下。哎，赵太伯来了。赵太伯，朕今日叫你来，乃是让你替朕分忧的。臣一定竭尽所能。好。哎，你可知道，如今每日都有谏臣来进言，非要让朕出面处理那些无足轻重的朝堂之事。你说，若是每日处理那些事，朕这个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，美人们？就是啊。所以说，你可有什么好法子，能让那些大臣不要再来烦朕了？臣有2个办法。哎，你还真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是。快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美人们都去后面等着吧！啊，都退下！是。陛下，这第1个办法，叫杀鸡儆猴。若陛下将那些扰你清静的大臣一顿廷杖，想必在他们伤愈之前是不会再来烦您了。这便是你说的办法啊？陛下，这种办法需要你来说吗？啊？若是能这么做的话，朕不就早廷杖他们了吗？可就是因为不能这样做呀。当然了，此乃治标不治本之法。臣还有1个办法，可以一劳永逸。说，陛下，您不是册立了太子吗？那只要您禅位于太子，如此一来，朝臣便不能再拿朝堂上那些琐碎之事叨扰您了。您便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，在宫中依然是一言九鼎，与如今无异呀。这办法好啊！赵月，你真是深得朕心呐！多谢陛下夸奖。这些年，皇帝宠信赵月一党，他们摸准了皇帝的脾性，只顾日日哄他高兴，什么大周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边疆安定太平。如今这皇帝听惯了谗言佞语，哪还听得进去我等的规劝呢？没想到，太后与杨皇后，居然也放弃了劝谏。不放弃，又能如何呢？我们这些老臣，也曾直言进谏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有些大臣还因劝谏，无辜送了性命，从此便无人再劝。皇帝变成如此模样，与那小人赵月脱不了干系。依我看啊，不如照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暗中将他杀了，一了百了。赵月固然该死，可若是皇帝再不清醒的话，日后定还会有其他的小人在他身边阿谀奉承，迷惑他，依旧无法正本清源呢。正本清源？依我看，如今这本事根本正不起来了，干脆我们……干脆什么？
吞吞吐吐的。说呀，干脆我们就换本吧。混账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此等大逆不道之话，你也敢乱说？你可是想让咱们高家灭门呢？当真是一派胡言。如今国家摇摇欲坠，你想的不是匡扶社稷，竟是换本。你想毁了这个国家不成？这可是当年我们辛苦打拼下来的大州啊！尉迟将军，切莫生气，切莫与这无知小儿计较。他刚才是情急之下信口胡诌的，他以后定不会再提。今夜之事，还请尉迟将军切莫说出去，否则在座诸位都难逃杀身灭门之祸。我可以不说，但是再让我听到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，我绝不轻饶。哼！尉迟兄，尉迟兄，父亲，你呀，尉迟兄。看来很难让尉迟叔父这种老臣接受我们的想法呀。陛下，你真的决定禅位于产儿？母后，朕真是受够那帮大臣了，日日闹得朕不得安宁。再说了，产儿是朕的太子，传位于他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啊。可产儿还小，他如何处理得了朝中事务呢？还有那帮大臣辅佐嘛。再说了，朕如今也甚少理会朝中事务，这不照样好好的？陛下，这事关重大，还望你三思啊！哎呀，母后，朕已经受够了。朕每日看奏章的功夫，倒不如拿来多欣赏几场歌舞。母后，他们今日又为朕安排了新的歌舞呢。哎，容儿臣先行告退啊！宝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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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贵！哎，快去看看，别让美人们等急了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这皇帝要禅位于太子了。我也是见不得皇帝日日被那些朝臣所烦，所以便试着提了那么一句，没想到皇帝还真往心里去了。如此甚好啊！太子年幼，待太子登基，这朝中大小事务，便都是太卜说了算。太卜肩上这担子可就又重了。哪里哪里，不是还有二位亲王共同辅佐吗？哎，若没有二位的支持，老夫想要服众那也不容易呀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我们同心同德，何愁大周的江山不在我等的掌控之中啊？啊，来来来，我敬二位亲王，敬太伯，敬太伯，来。来玩拨浪鼓啊！来，太后驾到！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哀家今日来，是来接产儿的。是。彩玲，将太子的衣物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一起送到洪圣宫。是。产儿。一会儿同太后回去，过几日母后便接你回来。你要听话，别惹太后生气啊。你无需再去接产儿了。
母后，这是何意？何意？你听清楚了，产儿不再有你恩养，从今日起，你与他再无任何关系。母后，儿臣自问对产儿照顾有加，尽心尽力，你自然要对他照顾有加，因为他是你的护身符。产儿继位，是你母凭子贵的唯一凭借。现如今，皇帝已决定禅位于产儿，你与产儿不必再有任何瓜葛。母后，儿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朱后是怎么死的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不必再与哀家辩白，你离宫即可。母后，我不能出宫，我不能没有产儿。这事可由不得你。千雪，将产儿带回洪圣宫。是。母后。产儿，明日此时，哀家不希望再看到你。朱后与你相识多年，情同姐妹，互相扶持。杨丽华，你的心可真够狠的。我苦心经营多年，不能就这么被赶出宫去。我要留在宫里，我要夺回产儿。彩玲，皇后，你在做什么？奴婢在收拾明日出宫的物件。谁说我们要出宫了？可太后有令，这后宫中一言九鼎之人，并非太后，而是皇帝。你去拿一些珠宝，交与皇帝身边的宝贵，让他务必将皇上请到正阳宫。是。我杨丽华的命运，只有自己能主宰。为此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做？这儿空无一人，他就这么迎接朕的？若不是你这个老奴才，朕才不会来这正阳宫呢。陛下，您都到这儿了，便进去小坐一会儿，也耽误不了什么。哼，陛下，奴才就在外面候着。哼。为何无人伺候啊？人呢？来人！丽华，朕真没想到是你呀！陛下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朕从未见过你如此打扮，丽华。陛下，过来呀！陛下，等朕片刻。
陛下。丽华，朕来了。丽华，你若早如今日一般，朕也不会一直冷落你。你放心。丽华，朕日后常来此处看你。陛下，臣妾恐怕以后无福再伺候您了。这是为何？母后听信谣言，非但不准臣妾恩养产儿，还要将臣妾赶出宫去。臣妾已经收拾妥当，明日一早便出宫，免得惹母后不快。丽华，你是朕的女人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你放心，明早朕便去找母后，让她收回成命。你就放心的在宫里待着吧。那产儿之事呢？丽华，春宵一刻，我们……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丽华，我们……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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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太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帝，有话好好说。皇帝怎么了？皇帝驾崩了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太医，皇帝究竟因何而亡？皇帝是因为一时激动过度，血脉逆行，导致暴毙。怎会血脉逆行？这……是不是你做的？杨莲花，你到底对婴儿做了什么？母后，我……启禀太后，皇帝乃是服用催情药物过量而亡，因此面呈灰色。微臣所言千真万确，请太后明鉴。你们都给哀家听好了。皇帝自登基以来，龙体一直欠安，却整日忧心国事，最终因体力不支而暴毙身亡。今日之事，若你们胆敢传出去一个字，休怪哀家心狠手辣。是。二弟，出事了。出了何事？皇帝驾崩了。此事可与你有关？当然无关了。难道你以为我会瞒着你们擅自行动啊？听宫中的人说，皇帝是服用了过量的催情药而死。这是自作自受啊！哼，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死了。想必如今赵越和宇文氏族的人定会先发制人，控制右地，把持朝堂。我们万万不能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哎，二弟，眼下宫中大乱，不如我们趁此。不可。为何？如今皇帝突然驾崩，局势变了，毒疮没了，
赵越一党人想必一时半刻也掌控不了朝堂。眼下我们要做的是保住辅国大臣之位，万不能让赵越得头。没想到宇文赟之死来得如此突然，剩下宇文产这个黄口小儿，便好对付多了。你说的轻巧，正因宇文产年幼，他既能被我们控制，也能被旁人控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太后？不仅是太后，还有那杨皇后。你可千万别小看这2个女人。说起来，最应防范的是杨坚，他很有可能也盯上辅国大臣之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在皇帝身边多年，对皇帝的笔记很有研究。若是我此时拟一封遗诏，命我等为辅国大臣，即便太后心中再不满，也无计可施。2位亲王本就是皇亲，而我又是太仆，由我们来做辅国大臣，顺理成章，定不会有人怀疑遗诏的真假。高明，还是太仆高明啊！太仆高明。皇帝突然驾崩，赵越一党必定有所动作。母亲，有什么是孩儿可以做的吗？如今之计，唯有让你父亲当上辅国大臣，才能阻止赵越等人的狼子野心。只是，太后一向对我杨家甚无好感，此事谈何容易？母亲，孩儿愿意一试，说服太后。你放心吧，母亲，孩儿知道该怎么做。太后，您整日没吃东西了，喝口参汤吧。你给我滚！你这个灾星！你母亲独孤伽罗以我强5弟，你又害死了我的儿子。你们杨家，个个都是我的灾星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儿臣即便要走，也有些话必须与您说完。儿臣知道。此刻与太后说这些，并不合适。但情势所迫，儿臣不得不说。因为此刻赵越一党定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欲控制产儿，把持朝政。赵越一党，难道他也想做第2个宇文护吗？形势到了，也并非不可能。先帝在世时，赵越已联合几位亲王。一起蒙蔽先帝，掌控朝政，胡作非为。如今，先帝驾崩，他们又怎么会甘心之前的一切付之东流？这么说来，产儿岂不是很危险？不只是产儿，整个大周江山都危在旦夕。太后，产儿与大周江山的未来，便全靠您了。儿臣自知，你一向不喜欢我，与我杨家常年不睦。但太后得承认，我杨家对大周一直忠心耿耿。如今更只有家父杨坚，有对抗赵越一党的能力。若太后想保产儿平安长大，不想看到第2个宇文护的出现，那必定要依靠杨家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儿臣恳请太后支持我父杨坚成为辅国大臣，我杨家必定尽心协助太后对抗赵越。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太后，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参见太后。周
众卿平身。谢太后。奉太后旨意，宣读先帝遗诏。朕疾苦弥留，岁值不就，修德有命，夫妇何年？为王业艰难，社稷任重。朕100年之后，擢隋国公杨坚为假黄钺，左大丞相，监国理事。望其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辅佐幼主，巩固大周。左丞杨坚，为何还不领旨谢恩？敢问杨皇后，先帝是于何时何地立此遗诏？为何臣等不知？笑话！先帝要做什么，还要你首肯不成？微臣不敢。微臣只是觉得奇怪，先帝在世时并未十分器重杨大人，怎会突然对他如此倚重？监国辅政非同小可，臣不得不有此一问。这个我倒是想问问太卜，先帝生前你日日在旁伺候，可为何先帝这遗诏中却对你只字不提？是否先帝早已看透了你的不臣之心？臣惶恐。左丞杨坚，杨皇后，此时事关重大，能否将遗诏拿给臣看一看？放肆赵月！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先帝遗诏，难道是质疑遗诏有假？臣是为了大周着想。众所周知，杨坚乃皇后父亲，皇后自然向着杨坚说话。那太后之言，你该不会怀疑了吧？那是自然。太后，此确为先帝遗诏，尔等无需质疑。赵月，如此，你还有何可说？既然太后开口，臣无话可说。左丞杨坚，还不快领旨谢恩？臣领旨谢恩。看你们个个喜笑颜开，可是有什么好事？见过左丞夫人。高大哥，你这是？对啊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得我一头雾水。就是啊，你们别再看来看去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今日早朝，太后颁布先帝遗诏，封大哥为假黄钺，左大丞相，监国辅政。真的吗？为何如此突然？怎会有先帝遗诏？怎会选大哥做辅国大臣？哎，你的疑问还真多呀！这先帝遗诏，太后说有，必然就有。至于为何选你大哥，呵呵，你难道怀疑你大哥没这个能力吗？不，当然不是了。我大哥做辅国大臣，自是实至名归。只不过事出突然，我就是太激动了，词不达意。今日总算尘埃落定，一切忧虑都烟消云散了。大哥，恭喜了！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嫂。没什么可喜的，正所谓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你们也不必太过高兴。大哥，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哎，大长公主，此言差矣。大郎所言非虚。如今这大周内忧外患，主少国疑，这一道遗诏，
无异于是将大周的江山社稷压在了大郎的肩上啊！只怕日后那几位亲王和赵月等人，更会处处针对大郎了。倒也不必太过惧怕，至少如今有了权力，便犹如利剑在手，终归是有了与他们抗衡的力量。他们背离民心之为，定是长久不了的。话虽如此，但赵月一党如今还在朝堂上兴风作浪，我只求将精力用在匡扶国本上，而不是浪费时间与他们明争暗斗。大郎，你放心便是，我还有那些老臣们定会支持你的。是啊，不消多时，定会将那些害群之马赶出朝堂去。说得对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难道还怕他们不成？就是。赵月一党已有所行动，我虽为左大丞相，可毕竟暗箭难防。他们定会为了争夺辅佐幼帝的权利，而使出更阴狠、更毒辣的手段。故我决定，与其同他们无休止的争斗猜疑，倒不如正面来个了断。大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赵月一党蛊惑先帝，祸国殃民，早该除之而后快。赵月一党在宫中盘根已久，先帝年幼，根本无能力动他们分毫。即便大郎有心辅佐，亦难免受到掣肘。为今之计，唯有铲除恶党，才能天下太平。可那武王站在赵月那边，他们毕竟是皇亲，不太好对付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有何打算？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与后世声名，此事体大，故我之前不得不一再慎重。而如今形势已迫在眉睫，我相信，以我们积蓄了数年的力量，足以与赵月一党相抗衡。杨大哥，我杨素早已蓄势待发，就等你发号施令。二弟，大哥也早有此意，即便今日你不说，我也会提此建议。好，都哥大哥，徐州那边便有劳你去联系了，切记藏金之运用及各州府兵之调动，均需配合好这边的行动。好。允儿、广儿，此事恐怕你们也脱不了干系。我们身为杨家之人，自然没有置身事外的道理。无论何事，我定跟随父亲、母亲。我也是。大哥大嫂，此事不只关乎杨家成败，更是天下苍生之期望啊！我杨爽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难得四弟你深明大义，那就有劳你明日带着允儿、广儿出城一趟，尽快联络我杨家旧部，确定一下我方究竟有多少兵力。好。至于尉迟叔父和那些死忠大周的老臣们，此事你放心，我会与家父一一去说服他们。好，我同你们一起去。那我便去监视赵月等人，查探他们有何动静。好。大家同心协力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今日我杨坚在此，以薄酒一杯，谢过诸位。王公驻地不得带兵入内，速速退下！太伯，我要求见太皇太后，你且让开。太伯带兵前来，是何用意？无需你管，退下。我若带兵直闯，就凭你们几个挡得住吗？把刀竖起来。速去通知左丞相。是。严大哥，
杨大哥，王贺那边传来密报，赵越一党已带着他的府兵进攻了。他们这是要逼宫。赵越终于动手了。太卜，诸位亲王，你们如此兴师动众，带诸多府兵进攻，意欲何为啊？回禀太皇太后，臣等为大周江山冒死进谏，恳请太皇太后下旨，罢黜杨坚左大丞相于监国之职。哼，好一个冒死进谏！赵太卜和诸位亲王，身着戎装，手持利剑，不知今日若是太皇太后不应允你们的进谏，死的会是谁？太后此言是欲陷我等于大不义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自然不是。臣蒙先帝不弃，临终前将陛下与大周江山托付于我，因此即便太皇太后误会，臣等也不得不冒死进谏。臣等恳请太皇太后下旨，罢黜杨坚，重新选定辅国大臣。请太皇太后下旨。杨坚监国是先帝遗诏，哀家纵是先帝母亲，也绝不逆先帝之意。先帝在时，曾屡次斥责杨坚居心叵测，先帝圣明，怎会把江山交付于杨坚之手？放肆！依你所言，便是哀家假传遗诏。即便遗诏有假，也是杨坚所为，与太皇太后无关。哀家不相信杨坚是这样的人。杨家世代忠烈，杨坚与武帝又是八拜之交，就算天底下所有人都背叛先帝，但他杨坚不会。至少此刻，带兵闯入我洪圣宫的不是杨坚，而是你们。依哀家看，的确有人要谋逆造反，但并非杨坚，而是你们。太皇太后所言，臣等万不敢当。但臣受先帝大恩，如今情势危急，需便宜行事。你要做什么？太皇太后放心，臣等绝对不会加害太皇太后和陛下。带走。放肆！你以为抓了我们便能威胁我父亲吗？你休想！是吗？那臣倒真想试试。带走。赵越，你若敢动我立刻血溅洪圣宫。不出半日，你逼宫害死太后、皇帝恩养之母的消息，便会传遍整个长安。到时，我看你当不当得起这个谋逆大罪。传我之令，为报太皇太后、太后与陛下周全，从即刻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任何人踏出洪圣宫一步。是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宫里形势如何？赵越如今软禁了太皇太后与皇帝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守卫森严，我们暂时无法突破。大哥，我与勇儿已分头联络了杨家旧部，他们今愿听从大哥调遣。我也联络了韦孝宽，他愿意带领手下2万府兵助我们起事。此刻大军已驻扎长安城外，只需你一声令下，即刻进城绞杀赵越。另外，徐卓大哥一直运用藏心，暗中囤粮，打造兵器，随时可供应用。好，有了这些兵力，再加上得当的调度，何愁大事不成？铲除奸臣，还天下太平。没想到，如今竟到了这个局面。想我北国公主嫁到大周，从王妃、皇后、太后，走到这太皇太后，享尽了一生的荣华，眼下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赵越逼宫之事，不久便会传到杨家，
父亲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救与不救，又有何区别？母后这是何意？即便今日逃出这囹圄，他日又会被关进来。我们孤儿寡母，永远都是受人摆布。母后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找一位年富力强的新君，才能带领着颓废的大周开创新的局面。凭我们，是无法做到的。母后是想将皇位传给某位亲王？自然不是。他们狼子野心，眼中只有对权力的迷恋，如何治理得了国家？若将皇位传给他们，我们的性命怕是不保。尤其是产儿，他们必定除之，以绝后患。那母后意下如何？武帝文韬武略，但这一生却都在忌惮杨坚，甚至是嫉妒他。杨坚确有九五之才，这些年为大周立下赫赫功勋。若没有他，大周怕是早已覆灭。也只有他，才能保我们性命无虞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父亲是外戚，若上位，会遭天下人的耻笑。他没偷没抢，何来耻笑之说？我也是自愿禅位于他。杨丽华，我与你相处多年，并不是不了解你。比起独孤伽罗，你野心更甚，但你却不及他聪明，知事理。产儿为帝，你为太后；若杨坚为帝，你只为公主，你意难平吧？是又如何？父亲一生忠义，他必定不会答应。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阿勇，我尽力了。我相信这个决定，你定会支持我的。我这一生，终于做了一件令你满意的事。哼！太皇太后真是不识趣儿，居然软硬不吃。照我说，干脆杀了他。太皇太后杀不得，他一死，杨坚的监国之位就算坐实了。如今我们起兵是清君侧，若到那时就真成谋反了。太仆说的对，坐。如今他们被软禁在洪圣宫，我们可从长计议，商量对策。虽然我已下令封锁了他们被软禁的消息，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即便撑过今晚，明日早朝大臣们亦会发觉异样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太保，可有何计划？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杨坚已调动4方兵马，正准备进攻。什么？不行，形势紧迫，若被他们救走太皇太后与皇帝，我们便毫无胜算了。召集兵马，即刻进攻！
赵越，你是强弩之末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杨坚，你确实厉害，可如今皇帝在我手中，你能奈我何？太皇太后，你还不快下旨，将皇位禅位于我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皇帝！赵越，你杀了皇帝，也别妄想出这洪圣宫。是吗？我若一直挟持着皇帝，岂会出逃无门？赵越，你痴心妄想，你想挟天子以令天下，也要看看你挟持的是不是天子。不好，不可！天下大乱，急需能人之士带领大周重现辉煌盛景。我宇文家尽力保全大周，但已无力回天。现哀家宣布，将皇位禅位于杨坚。太皇太后，不可呀！杨坚，武帝生前与你情同手足，你的人品、能力都无需质疑。这些年，你为大周殚精竭虑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只有你能担此大任。国家兴亡，大丈夫该迎难而上，你莫要推辞。我杀了你！小心！大哥，独孤兄，大哥，大哥，伽罗，我活不成了，以后恐怕不能再保护你了。大哥，撑住！别难过，大哥这条命早就该绝了，是父亲、母亲放心不下你，才一直保佑我活着，来守护你。我要去找你嫂子了，她独自一个人走得早，孤孤单单的，太冷清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的，我求求你别走，一定要撑下去。杨戬，从今以后不能再陪你们作战了。我把伽罗全托付于你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杨坚拼尽全力，也维护伽罗一世周全。银娥，让你等了那么久，我这边来了。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大哥，大哥。
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。大哥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么难过，他也会不得安宁。他希望你好。大哥从小就很疼我，独孤家出事后，他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。他为了护我周全，战战兢兢，如今还为我而死。我原想等风波平息之后，他便能同从前一般逍遥快活，可他终究还是没等到。大哥临终前说他思念大嫂，相信他们此时在一起团聚了。是啊，我大哥等我大嫂终于可以团聚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真没想到，太皇太后居然主动提出禅位于杨左丞，这一步棋真是太出人意料了。这大周早已无药可救了，即便他不走这一步，即便他逃过此劫，朝堂之上尔虞我诈的争斗，对于他而言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如今让二弟上位，看似不合情理，但除他之外，也无人能当此大任了。什么大任啊！我那皇嫂定是被吓疯了。我宇文家的天下，如今改姓杨了。我昨日还是大长公主，可今日我算什么？大哥称帝，那二郎、三郎便会封为亲王，那我们便是王妃。王妃？哎，听上去还不错。国家大事，怎容你们如此戏言？好了，珠儿，你就少说两句。不知大哥大嫂如何看待此事？没想到，太皇太后居然使出这一招。不能答应啊！不能答应啊！尉迟将军，您这是？老臣随太祖打下这江山，太祖临终前将这江山托付于我，我不能看着这天下改姓杨啊！大郎，你是臣子，切不可答应继位。这天下悠悠众口，定会将你传承窃国之徒，你万万不可答应啊！尉迟将军，大郎一心为大周，所思所念皆是百姓的福祉。如今是太皇太后禅位，何来窃国之说？便是太皇太后禅位，也万不可接受啊！太祖在天有灵，如何能安？这天下改姓，定会让太祖魂魄不宁啊！尉迟老将军，是江山何姓重要，还是这举国百姓重要啊？他们说了都不算，我要听你说。你父亲泉下有知，断然不会同意你继位，难道你要令他也死不瞑目吗？在这乱世之中，你要当机立断，建功立业。天降大任，你不能逃避。为天下苍生豪杰，理应当仁不让。时机已到，大郎，你要记住，你要为生世而争。怎么，你果真有继位之心？叔父，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。好，好，杨忠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呀！皇权之下，你该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
你便是答应继位，也无妨。我会去求太皇太后，收回成命。哎呀，他要是劝动了皇嫂，我还是不是王妃了呀？哎呀，你少说两句。大郎，这皇权我们不争，但若降下这大任，我们亦不推辞。父亲说顺应天命，我们便顺其自然吧。伽罗，知我莫若你。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！尉迟将军，太皇太后，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尉迟将军，我知道您为何事而来，但我心意已决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天下改姓吗？从前我也许不肯，可是我看到杨坚等人的态度，我肯了。若是他一口答应，我还有所犹豫。如今看来，他们的确是忠肝义胆之士。大周交与他，我放心。阿雍也会支持我。荒唐，荒唐啊！世上就有你这样的太皇太后，将自己家的江山拱手让人。太祖，我们一同打天下，没想到这天下，老臣终是没有为您守住。那不然能如何呢？您是老臣，您与太祖一起打下这江山，可这江山先被宇文护一党掏空，又被赵越一党染指。您在哪儿？您做了什么？若是江山稳固，谁会愿意拱手让出？可如今这局势，即便是太祖，他也不会吃手。天下大乱，能者上。为了百姓的安康，我没做错。是啊，大周成如今这局面，老臣难辞其咎。太祖，老臣无能啊！但老臣仍要为你死守住这江山。尉迟将军，天下姓宇文，便不能改。老臣自当拼尽全力，守住这江山。尉迟将军，尉迟将军。打仗了，这是。对，现在这个世道没这时候，你说他们什么事？还是咱们可不是。外族的对象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左丞夫人，尉迟将军起兵说要平乱，眼下已经快要到沁水了。该来的躲不过。尉迟将军对太祖忠心耿耿，他定不会看着宇文家江山旁落。大郎，这一仗免不了。大哥大嫂，我父亲已经年迈，请你们看在柔儿的份上，切不可与他开战。大哥大嫂，他毕竟是我的岳丈，这……你们莫急。尉迟将军个性耿直，怕是此时听不得旁人相劝，唯有先将他拿下，日后再慢慢劝导。大嫂，刀剑无眼，一旦你们开战，无论哪方受到损失，我与二郎都无法自处，请大哥大嫂谅解。弟妹啊，尉迟老将军是看着我们长大的，无论如何，我定不会伤他。只是眼下的局势，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，只能勉为一战。蓉儿，事到如今，咱们便听大哥大嫂的吧。大哥大嫂，
蓉儿，求你们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父亲。快起来！高大哥，你带领杨素、四郎前去迎战，尽量劝服老将军。如若不成，只可活捉。切记，千万不能伤了老将军。领命。领命。尉迟说：“降了吧！我尉迟迥戎马一生，没想到今日会败在你们手里。这便是天命啊！我知道，将来杨坚一定会是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。但我尉迟迥一生难事二主。既然我与太祖一起打下的江山已经覆灭，那我也无颜苟活于人世。太祖，尉迟迥尽力了，我这便随你而去。尉迟将军，尉迟将军。尉迟将军！尉迟将军，乃开国功勋，乌巢重臣，征战沙场，平定天下，呕心沥血，辅佐帝君，实乃大周之国主栋梁。无奈天不假年，如今他驾鹤西去，实乃大周之伤，百姓之哀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若他日天下归心，必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以为他在天之灵。蓉儿，
岳丈已经去了，你切莫太伤心了。我们回去吧。二郎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再陪父亲一会儿。那我陪你一起。不用，你让我单独与父亲待会儿。也好。若你有什么心里话，就同父亲说说，切莫憋在心里。祖父，孙儿不孝。方才那么多人，孙儿不敢上前给您磕头。祖父，文姬给您磕头了。是文姬，姑姑。你真的是文姬，姑姑，我是文姬。文姬，文姬，你回来了，文姬。父亲，文姬回来了，她来看你了。文姬，你快告诉姑姑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妙山庵。姑姑，你可切莫告诉别人。你这傻孩子，你为何要躲起来？你可知这些年我们找你找的有多苦？我那时太小了，我害怕，我怕一回去也会同母亲一样。后来在那儿待久了，便不想离开了。你这傻孩子，你走了之后，你父亲病得愈加严重了，他为了找你离家出走了，至今仍音讯全无。姑姑，是这儿。连名字都没被刻在墓碑上。啊！姑姑，对不起，是文姬自私了。当时父亲走时，我本想回来寻你与祖父，但我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你们，我便在妙山庵附近找到此处，将父亲葬了。我怕被人发现行踪，便未将父亲的名字刻在这碑上。大哥，我们寻了你这么久，你却孤苦伶仃地被葬在这荒山野岭，你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几年前，我在妙善庵撞见了疯癫无状的父亲。当时我是又恨又怕，但当我看到他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样子，我又忍不住心疼。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血浓于水。这些年，都是你在照顾他。虽然他疯疯癫癫的，但是同他在一起，我再也不用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直到有一日，我饿了，给我饭吃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我饿了，你给我饭吃。不得冲撞菩萨。来，坐下，吃饭，吃饭。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吃饭。父亲，我们快走！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走。没想到，平日香火鼎盛的妙善庵，竟衰落至此。皇帝竟佛道二教，连菩萨都要遭此艰难。戏女伽罗，多谢菩萨保佑我夫妻和全家人又平安回到长安，还望菩萨日后继续保佑我杨家与独孤家。菩萨保佑。伽罗，杨戬，天儿，父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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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，父亲？父亲，你没事吧，父亲？父亲，文姬，父亲，你认出我了？父亲，我是文姬啊。文姬，我的好女儿。父亲，父亲。文姬，我都记起来了，是我害了你和你母亲，是我害死了她。都过去了，父亲，都过去了，你不能再有事，你不能再有事了。我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我要去找你的母亲，我要去向她赔罪。不要，不要，你别离开我，你别离开我。父亲已经不在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，我不能再没有你啊！听父亲的话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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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简直是我尉迟家族的克星。杨
顾家洛，你们带给玉芝家的血泪，我定要一点一滴的还给你们。你来做什么？你也想劝我改变心意吗？若是我有办法让他当不了皇帝呢？杨丽华，我劝你收起你的心思。成为公主已是你的定局，你该懂得知足。既然你不肯改变心意，那若是杨坚为篡位，逼死当朝太皇太后，如此一来，他又有何颜面称帝？这个故事，您觉得如何，太皇太后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只要太皇太后一死，再将罪名嫁祸给杨坚，那他必定为千夫所指，朝臣所不容。那么皇位自然还是产儿的。你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疯了吗？哼，也许是吧。为了产儿的皇位，再疯狂的事情，我也做得出来。母后，儿臣便见你的命一用。杨丽华，你别乱来！太后，冷静啊，太后！太后，太后！千雪，走啊，太后，太后，快走！太皇太后，发生何事如此慌张？你的女儿不惜栽赃嫁祸，也要与她父亲争夺皇位。这是何意？你女儿要杀了我，然后嫁祸杨坚，为篡位谋杀太皇太后。这怎么可能？她为了掌控皇帝，先杀了朱皇后，现在又要行刺于我。你教的好女儿，还有何事做不出来？杨太后去了何处？杨太后杀了千雪之后，便跑出了洪圣宫，往正阳宫方向去了。带着皇帝，你打算逃到哪里去？婵儿，你先去别处玩去。婵儿乃是先帝正统，我相信拥护婵儿的大臣必定不少。我要召集他们，向众人揭开你们谋朝篡位的嘴脸。你当真要与我们为敌？这是为何？我儿本是皇帝，我本是堂堂一国太后，享天下之尊。可没想到，这皇位最后却落到了自己父亲手中，真是滑稽可笑。婵儿是名正言顺继位的，谁敢抢这个皇位，便是我最大的敌人。你竟敢打我！我是太后，我是你母亲。丽华，这天下如何，你可知晓？这大周百姓如何，你可知晓？即便你身居太后之位，你又打算如何治理？你只知道权力迷人，却不知这权力背后的重担。婵儿当皇帝，我为太后，父亲依旧是朝廷重臣，杨家仍是朝堂上的权力中心，为何你们还要如此贪心？我为了保护杨家，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嫁给了那个无耻之徒。可为何如今
连这个太后之位你们都不肯留给我。太皇太后与你不睦，多年来对我横眉冷眼，如今我终于等到与之抗衡的机会。可这恶气尚未出，你们竟垂涎起皇位，何来的大义？何来的忠臣？你父亲从未谋反，如今是大势所趋，他亦是顺应天命。若非不恋权力，真心为国为民之人，怕是不敢接这重任。你父亲英勇爱民，他是顶着万千压力接下此重担。你以为皇帝这么好当？自古幼帝最易引起朝堂不稳，即便你父亲再位高权重，也无法平息政权不稳所引发的暗流涌动、权力争斗。这满朝文武毫无凝聚之力，国家如何兴盛？唯有稳固国本，百姓才能重获安稳。丽华，你将皇位想得太过简单了。借口，都是借口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尽做无耻之事。话已至此，我知道你一时半刻无法接受，但终有一日你会想明白的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为父答应你，必当竭尽所能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若你心中有大义，有天下苍生，有民间疾苦，便一定会懂得。我不懂，我不想懂。如今成王败寇，我甘愿认输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们，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们了。丽华，有朝一日，为父定会证明给你看。佳罗，我们走，让他独自静静。公元581年2月甲子日，北周皇帝宇文阐正式下诏，以周德进、隋王兴为由，顺应天命，禅位于阳间。公元581年3月3日，隋王杨坚称帝，立国号为隋。又恐隋带走字不及，改为隋，史称隋文帝，并于同日册封隋王妃独孤伽罗为皇后，立长子杨勇为太子，封次子杨广为晋王，长女杨丽华为乐平公主，二弟杨整为蔡王，三弟杨赞为滕王，四弟杨爽为魏王。高炯、杨素等人因开国有功而皆有封赏。自此，历经5朝的周国宣告灭亡，而杨坚和伽罗一心期盼的盛世就在他们脚下。参见皇后。免礼，一家人何须行此大礼？谢皇后。皇后如今是国母，理当行此大礼的。蓉儿，如今你夫君杨整已被封为蔡王。你亦是蔡王妃，况且你我都是杨家的媳妇，这么多年来如亲姐妹一般，你不该与我生分。啊，皇后，你我既是一家人，这礼数要顾，亲情亦要顾，
你说是不是？是，谢皇后体恤。坐吧。我今日叫你来，是有事想同你商量。啊，皇后请说。你先坐下。陛下初登大宝，前朝诸事繁忙，后宫亦是千头万绪。如今命妇会事务又繁多，故而我想请你帮我打理后宫之事。当然，你如今已是王妃，若你不想操持这些琐碎之事也无妨。我只是投你一问。皇后，臣妇不过是女流之辈，料理府中家事也就罢了，这后宫之事，臣妇是半分都不懂，只怕难以胜任啊。其实后宫之事亦是家事，家和万事兴。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后宫安定了，陛下才能专心处理朝政。当然，后宫如今百事待兴，需要你协助我共同打理。你行上宫之首之权，至于日后，我定不会亏待你。只有留在后宫，才有机会接近独孤伽罗。独孤伽罗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臣妇愿意，能侍奉皇后左右，臣妇亦是高兴。免礼，你肯来，我便放心了。年上宫、姚上宫，奴婢在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便跟在蔡王妃身边，共同打理后宫之事。奴婢遵旨。来，好吃吗？乖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来，乖，再吃一口。免礼。谢皇后。来，乖。来。丽华，我差人做了些你与产儿爱吃的菜，陪我吃一点吧。我这次来，是要将产儿带走。毕竟，未央宫如今这状况，也不适合产儿的成长。产儿本该坐在金殿之上，是谁害的他？如今只能屈居这种地方。丽华，是非道理，我早已同你讲过多次，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？你要我如何体谅？是我的父母夺了我儿子的地位，你让我如何自处？如今你连产儿也要带走。毕竟是你亲手杀了朱皇后，等产儿懂事之后，你该如何面对她？你想过没有？够了，我不想听。我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我自己知道该如何告诉他。今日无论如何，谁也别想带他走。丽华，母亲知道你留下产儿的用意，大局已定，你又何必执迷不悟呢？放手吧。难道你做着一国太后，当真比做我杨家的女儿更开心吗？当然，那你为何要做这皇后啊？你夺走了我的地位，还要夺走我的孩子。独孤伽罗，我与你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？你要咄咄逼人至此啊！若将产儿留下，只会加深你的执念。你若真的为他好，便让我将他带走。谁也别想把他带走，谁也别想！别夺走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！
丽华，母亲是为你好，前太皇太后会好生照顾婵儿的。收起你的假仁假义吧！我杨丽华此生再也不想见到你，独孤伽罗，我恨你！无论你怎么恨我，你需记住，我始终是你的母亲。独孤伽罗，我恨你！皇后，他们来了。大嫂好大的架子呀！大哥都登基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可算有时间接见我们了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你还站着干什么呀？坐呀。弟妹让你坐，你便坐吧。谢皇后。大嫂，你做了皇后之后，果真不一样了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嫂比起云婵和丽华，更像是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呢。弟妹，这是皇宫，得尊称一声皇后才是。那是同外人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嫂不是一向不喜我们见外吗？如今大哥做了皇帝，那我们杨家可都是皇亲国戚。大嫂今日特意叫我和三郎过来，想必一定是有所封赏，是不是啊，大嫂？宇文珠，你还知道自己是杨家的人呢。大嫂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想当初你以公主的身份嫁入杨家。杨家上下对你礼遇有加，可你又是如何对待杨家众人的？我自然视他们为家人啊。公主的家人，不是只有宇文护吗？你明知宇文护欲对杨家不利，却为了一己私欲，甘心为他所用，将杨家的一举一动全部告知宇文护。这若是在军中，你便是敌方细作，按律当斩。大嫂，大嫂！皇后，珠儿本性天真烂漫，被歹人所利用。皇后，还请您顾念骨肉亲情，饶他一命。臣弟回去定当好好约束，不再生事。臣弟此番前来，不求封赏，只求皇后将我与珠儿贬为庶民。这是为何？臣弟跟随陛下多年，家族屡屡险象环生，一切皆为权力斗争之果。臣弟不愿再卷入纷争，只求平安喜乐，求皇后成全。贬为庶民？杨家，你疯了吗？为何要贬为庶民？我之前是公主，如今是王妃，我不要被贬为庶民。我自小娇生惯养，靠什么生活？这与被赐死有何分别？我不要被贬为庶民。不会便去学，只要勤劳能干，温饱不难。那皇后是答应了吗？大嫂，大嫂，你不能答应，我受不了这个罪，我吃不了这个苦。你闭嘴！婊子！你摸摸自己的良心。当年你不过是一个区区的月官，若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日？纵使我犯了天大的错，可是我对你的真心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如今我宇文家倒了，你竟如此对我，我终究是有眼无珠，深情错付了。珠儿，你对我好，
岂能不知啊？别难过，我们就做一对平凡夫妻，难道不好吗？你放心，无论前路是苦是甜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真的？这宫中争斗纷杂，人心叵测。其实离开这里，对你们来说，并非坏事。谢皇后成全，还不行？民夫，谢恩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你们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望珍重。三郎跟珠儿已经离开杨家了。他们如今已为庶民，我们需暗中帮衬，让他们过得舒坦些。但是也需让他们学会自食其力。只是丽华始终不肯原谅臣妾，也不肯搬出未央宫。没想到我们母女一场，竟到了这般田地。母女连心，相信丽华只是一时怄气，你也不必太过心急了。臣妾明白。所以最后，臣妾便只能离开。丽华心中对我们充满了怨恨，臣妾也能够理解。在她心中，她是为了杨家嫁进皇宫。而杨家一直在牺牲她。她终究是我们的女儿，需多劝劝她，终有一日她会明白。她如今既然要住在那儿，就先由着她吧。怎么了？臣妾恭送陛下临朝。佳洛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朕说过。要与你共同治理这天下。陛下，古人云：“聘姬司臣，为家之所。”后宫干政，素乃国之大忌。陛下对臣妾情深，臣妾很是感激，但也不敢乱了分寸。你我夫妻同生共死，如今好不容易等到天下初定了，朕想与你共享这荣耀。能成为陛下的皇后，便是臣妾此生最大的荣耀。陛下，切莫忘了汉高祖时吕后的前车之鉴。臣妾只盼能为陛下安定后宫，白头偕老。大郎，其实朝堂之上是否有我的位置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在乎的是，你心中一直有我。我在这里等你。等你下朝之后，一同回去。好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大隋初立，根基尚浅。当此之时，修养民生才是重中之重。左仆射，臣在。朕命你彻查牢中死囚之罪状，进展如何？回陛下，
臣与都官侍郎已重新核实了全国各州郡大牢中死囚的罪名，依照陛下的旨意，已赦免了除奸淫掳掠等罪大恶极之人的死罪，遣送回乡务农抵罪。好。启禀陛下，臣与杜支尚书也已按照陛下的旨意减免赋税，赐官牛于民，以促进农事。此乃详尽账目，请陛下过目。好，既平衡了国库收支，又体恤了百姓。杨御史，便按照此法继续推行下去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自陛下登基以来，屡屡减税利民，如今各州郡民心安定，开荒辟地，再是耕种，大隋百姓无不称颂陛下的德政啊！朕起兵讨逆，为的就是天下苍生。如今朕初登大宝，自然要以百姓为先。前朝动荡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再加之赵越等人祸国殃民，导致民不聊生。眼下最重要的，便是要休养生息。朕屡屡减税缓刑，就是希望我大隋百姓能够明白朕的爱民之心。陛下，国之已始，理应施君恩于天下。臣认为，不如由太子代天子出巡，一来可彰显陛下爱民之心，也可体察民情。启禀父皇，儿臣身为太子，理当替父皇分忧。况且儿臣年轻，更应多多历练，还望父皇允准。左仆射所言甚是，朕便准你所奏。谢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哎，不必多礼了。谢陛下。你们二人为何一起来了？陛下，太子此番出巡，须得有人在旁照料。臣弟恳请陛下准奏，让臣弟随太子一道出巡。臣弟必定恪尽职守，护太子周全。是啊，父皇，儿臣尚年轻，万一有何事处置不当，还有四叔在旁指点，多个人商量嘛。还请父皇恩准。这永儿自小便是四郎带大的，叔侄之情自然不一般。依臣妾之见，陛下若是不准四郎与之同行的话，永儿可要伤心了。也罢，有你在永儿身边，朕便更放心了。谢陛下，谢父皇。好了，快去准备吧，别光顾着高兴了。好，走啊，快走。都是太子与魏王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。难得他们叔侄的感情这么笃厚，这般情谊，在皇家，当真是难能可贵。父皇母后，儿臣也先告退了。好。参见晋王。都是父皇与母后的儿子，凭什么你是东宫太子，而我一出生就要作为质子受尽嘲讽？文韬武略，我到底哪一样比不上你？难道就因为你是长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请。请。两位舟车劳顿，想必已经饿了吧？来，两位请慢用。望殿下恕罪。陕州连年饥荒，
虽说这酒菜寒酸了些，但已是我们能拿出最好的了。还请殿下与魏王莫要怪罪。陛下自登基以来，为了造福百姓，特意下旨减免赋税，赐官牛于民。为何陕州还是如此境况？可是你等办事不力，罔顾圣旨。望殿下明察。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屡屡下旨，广施德政。可除了减免税赋这一项外，其余的，陕州百姓皆不能得利呀。这是为何？起来说吧。谢殿下。恕微臣直言，自从殿下下旨赐官牛于民，又命令国库出资采购耕具和种子，下发到各州郡，我陕州百姓便一直等，一直盼。可时至今日，却连一粒种子也未曾盼到。这不可能啊！那旨意都下了几个月了，一应物资也早已发了下去。这陕州并不算偏远，怎么可能还未收到？微臣实在不知。四叔，此事太过蹊跷，烦请四叔前去查明，好向父皇交代啊。好，此事便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今日早朝可有事要奏？陛下，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臣斗胆请陛下下旨，赐死前朝太后阿史那宋及前朝皇帝宇文阐。这是为何？如今四海未平，前朝余孽不时在各地兴风作浪，更有甚者，以拥护宇文阐复辟之名义，裹挟渔民起兵造反，危害地方。若阿史那氏欲生事端，那我大隋又将风雨飘摇。阿史那氏久居深宫，岂能与叛军扯上关系？再说，阿史那氏自愿禅位，何来一心可言？臣是担心，这难免会被有心之人利用。臣附议。那宇文阐如今虽然少不经事，但若长大后知晓过往的种种，难保他不会生出异心呐。臣等附议。左仆射、杨御史，你们也这么认为吗？回陛下，臣认为，无论阿史那氏和宇文阐有无异心，出力的大隋都经不起任何折腾，赐死他们，乃是防微杜渐、一劳永逸的最佳之法。此事，容朕再想一想吧。